车轮圆圆滚滚向前，乘车出行，百姓期待。祖先们发明牛马车，载着希望从田野驶来。车轮圆圆滚滚向前，风驰电掣直达五洲四海。绿皮火车被高铁取代，新时代列车奔向幸福未来。奔腾时代，奔腾时代，历史的车轮见证桑田沧海。奔腾时代，奔腾时代，新时代车轮奔向复兴的未来，奔向复兴的未来。来，啊，吃虾。哎，你是老鼠的呀？这虾挺大的，被你一剥完就变这么小了。行，那你以后啊，就连这个虾皮、虾线一起吃吧。你敢？不敢。对了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个转向架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开始研究转向架了？哎呀，多学一点总没错嘛。正好不是你也来了，那你白天怎么不问我呀？白天是工作时间，现在呢是自习时间。行，那你呢？答应我个条件，这个周末陪我约会，我就告诉你。来，很简单啊，就改个轮子就行了。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儿？行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就比如说山地自行车，还有公路自行车，其实它的轮子设计的区别，还有纹路不同，对它适应的环境都不一样。那你说这个转向架能够放在我们正在研究的概念车上吗？这不好说。你就先从转向架的角度说，有没有设计成功的可能？有，其实也就是改良，其实也就那么几毫米的事儿，就能把转向架做一个整体的提升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你看这个概念车，现在它的各项部件都已经是世界一流的水准。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，在这两个之间缩短它们的距离，让它慢慢的形成一个适合我们概念车的架架。这是嫂子给我发的资料，我加了些内容，整理出来给你看看。非洲是个大市场啊，铁剑把路修好了，赢得了甲方国家的信任。看来，该咱们造车的上场了。江车必须要接好这一棒，把车造好。中国人造的车行驶在中国人修的路上，这也是咱们中国的一枚名片呢。我相信有嫂子帮我们对接，咱们江车应该能十拿九稳。拿下非洲市场，完全可以靠我们江车自己的实力。今天的江车，不可同日而语啊！好，你赶快去做一份计划书吧。好。怎么了？
丈母娘，这不是一直嚷着要带阳光去非洲，让我带他们去办护照。去非洲？去见嫂子啊？那就去啊。不，一老一小怎么去啊？也是啊，这小朋友去的确不太稳妥。哎，金少，要不你帮我接吧？你就说我跟客户谈判呢，然后忘拿手机了啊！我接？哎，赶紧接吧！啊，不是杨总，你这么一直躲着也不是办法呀。喂，钱奶奶，我是小谭，对，杨总啊，杨总他突然间，这个被客户叫过去了啊，他手机忘带在我这儿呢。啊？您在大门口？公司门口。哎，你拖着他，你帮我接，我怼了啊。钱奶奶，您在下面等我吧，好吧，我下接您啊。谭总监，你找谁呢？啊，你有没有见到一位大概60多岁的老太太？您说钱奶奶早进去了。坏了，哟，小谭呐！来，您坐，过来坐，过来坐。哎，麻烦送杯茶到杨总办公室。钱奶奶啊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找你们杨总啊，他人呢？杨总他突然间有些急事，要去见客户。钱奶奶，要不我先把您带到会客室，等他回来吧。不用了，我这儿等就行了啊。这新办公室不错啊。来，奶奶，请用茶。哎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奶奶，您今天怎么突然到公司来了？你还想瞒着我是不是？杨总躲哪儿去了？他这新办公室啊，我是没来过，夏秘书告诉我的，在这儿。也没有了。杨总真的是有急事，但是呢，他之前跟我透露过，他是不太想让您到非洲去。是这么回事儿。这2年不是我带着阳光吗？你们杨总1个月也不见得能见儿子一面。放暑假了，我想干脆带孩子上非洲找他妈去，跟他妈生活一段。你说这爹不亲娘不爱的，这孩子多可怜呐！是啊，钱奶奶，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很能够理解。我们江车的男员工结了婚生了娃之后，的确是因为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家庭，都是丈母娘帮着带孩子。所以我们江车内部有句玩笑话，说江车男员工的丈母娘顶半边天，是江车集团的坚强后盾。您就是最好的榜样。小谭呐，你甭给我戴高帽，让你们杨总赶紧给他儿子办张护照，啊，别忘了转告他，躲是躲不掉的啊。得了，你挺忙的，我也不打扰你了啊。来，我送您出去。哎，行，留步，忙你的，不用送了。好嘞。钱奶奶，那您慢走啊。上班时间开什么小差啊？叶工，继电器跳闸了。跳闸？你先去，我马上来。好。这怎么会跳闸呢 ？MH515不会错的呀。师傅，是 MI515，你是不是看错了 ？MI515。现在没那么忙了，您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了？我眼力好得很，去什么医院？师傅，会积极医是不行的。
要不我帮你请假吧？我知道工作很重要，但是身体才是本钱啊。请什么假呀？我已经去过医院了，看过医生了。那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管别人闲事儿啊？做好自己本职工作，别瞎操心。小琴，小琴，小琴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？啊，怎么可能说断就断？我有什么错，你说我改还不行吗？不用改了，没意义。我们在一起就是相互消耗。你天天忙工作，找女朋友对你来说就是消耗。怎么能说是相互消耗呢？我跟你在一起很开心，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想？为什么？这还需要问吗？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的确很开心，可是4年了。那时生日，你送我一束玫瑰花。4年后还是一束卷了边的玫瑰花，你一点一点消耗了我的耐心，到现在，我们连一个栖身之所都没有。我不想再等下去了。你就是嫌我没钱给你买房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也没钱，我没有嫌弃你。可是你看看，跟你同级毕业的那些同学，哪个不是年薪数十万？你说你一个高级技术人员，工资收入这么低，我说过多少次让你跳槽了，你听了吗？我们搞研究的根本就不在于一时的收入，我需要一个好的平台，它能给我最好的研究资源，这样我才能真正发挥出我自己的能量。你不用拿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我，我现在也不想跟你计较这么多，我们不合适，分手吧。小琴，你别这样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我回去就辞职，然后换个你满意的工作，行吗？不用了，我不想耽误你的前程，就这样吧。小琴，小琴。真一，怎么了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跟我来。怎么了？工作场合你又是拉手又是拥抱，我不习惯。我知道你不想公开，不想影响工作，可是我已经很小心了。再说了，就算公开能怎么样啊？我又不给你丢人。我不要，我就是不要现在公开。为什么呀？你把我当备胎啊？你想什么呢？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呀。哎呀，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我只是觉得，为什么谈个恋爱要偷偷摸摸的呢？应该把时间跟精力都放在工作上。工作恋爱不冲突啊。谁说冲突了呀？我只是觉得，我们不应该在工作场合卿卿我我，影响工作。因为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大脑分泌的多巴胺会影响脑部其他区域的运转。说什么呢？我没听懂。造火车行，生物课我没学好。那这样吧，我们约法3章。你说。第一，在公众场合，不能有任何亲密的行为。怎么搞得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啊？第二，如果因为恋爱影响了工作，就暂缓恋爱。行，你这个呀，就相当于给爱情判了死缓。第三嘛，如果违反了以上2条，我就会考虑不要你。林真一，你让不让人活了？你这全都是霸王条款，你考虑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就是单方面条约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啊？没有。哎，真一，哎，那霸王条款能不能再少弄一点？再少1条就行，1条。
董事长，我觉得这个项目江车是稳操胜算。我已经让晋州去做一份计划，等计划书一做完，我们就可以跟铁建正式的洽谈了。做吧。挺好的。这个项目能让咱们江车更上一层楼。毕竟是非洲的地形、地势、气候环境都很独特，对我们机车而言，有新的挑战，也是机遇。对，也契合了全面提速的精神。这个项目是晋州主抓，在扩展海外市场上，他的思想还是走在了很多年轻人的前面。当然。那莱恩锡的处分是不是还没有下来呢？没有，再等等吧。那非洲合作的项目还继续让晋州来跟进吧，我也可以避避嫌。王琴回来了吧？还没呢，可能还要半年吧。哦。叶公，早啊！你现在不应该在医院吗？你怎么来上班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遇见大虎了，他跟我说你去医院了，要做手术。这臭小子什么都往外说呀！叶公，青光眼挺严重的，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。我知道，我已经看过医生了，医生说没什么事儿，而且我已经约了20天以后做手术。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，放心吧。不能大意，轻伤不下火线。咱们现在工作任务这么紧，我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倒下来，谁能顶我呀？你太小瞧我们了吧？你不是还有徒弟罗非呢吗？我不是不相信年轻人，年轻人确实是有创新精神，掌握技术和经验是需要时间的。咱们这个工作容不得半点闪失。传授经验有的是时间，你应该先好好养病。元峰，咱们这个工作比的是什么？比的就是速度。我可不能成为拖江车后腿的那个人。行吧，你说我能帮你点什么？你帮我保密就行了，别搞得大家见到我都一惊一乍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你关心我。要是有朝一日我叶大新为了江车因公殉职的话，买点吃的喝的，常去看看我。叶大新，好了好了，跟你开玩笑的，赶紧去忙吧。行，我去忙了。有事说话。哎。165。147。你自己看看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错了3个地方。你最近状态怎么回事？这么低迷？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您没错过吗？成天拿个放大镜，看不清楚就不要看了嘛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倒是您，眼睛都这样了也不去治。我前2天特意把您放大镜藏起来，就是希望您别再拖着。结果您倒好，又找出一个放大镜来。您到底图什么呀？原来这放大镜是你藏起来的。你知道你闯祸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把继电器都看错了。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我把您当成我师傅。我的眼睛我自己清楚得很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别管其他闲事。我已经憋了很久了。比起这些老工人，我学历算是很高的了吧？可是收入呢？低的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。成天没日没夜搞研发干活，我得到了什么？我们这么大一江车，学历高的人比你多了去了。我也没见别人有你这么大脾气。你告诉我，你来我们江车图什么？图钱？浪费我这么长时间来栽培你，我真是瞎了眼了。你就这点觉悟啊？我觉悟怎么了？我读了整整20年书，我花了多少个人时间在研究上？我网上随便一个网红，比起我们赚钱多了几10倍。我不能眼红吗？你眼红网红啊？好，眼红去吧你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给我停职，给我写份深刻的检查给我。我没说错，我不会写什么破检讨，不写，给我滚蛋！这您说的，我早就不想干了。开
看什么看？活都干完了吗？该干嘛干嘛去。罗非，罗非，罗非，不是你到底怎么了呀？江河，我准备辞职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吧？辞职？不是你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就知道你循规蹈矩，给你画个圈你就不敢出来了。关键是咱们都是万里挑一考进来的，好好的辞职干什么呀？我就问你，你一个月拿多少钱工资？和你一样啊。你觉得这点钱跟咱们的学历、付出匹配吗？我觉得这些钱够花了呀。你看，咱们公司有食堂，还有宿舍，还有好多团建活动啊。我觉得这些钱完全就够了，我不需要花什么钱的。我就想不通了。我当时在学校里面，我样样都比我那些同学好，现在他们收入都比我高，高几倍，甚至10倍。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成现在这样。你关键是咱们进公司，这些都已经是知道的呀。但人总会变的。人为什么要变？人为什么要变？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？不用了，我就是眼压有点高，头有点晕而已，没事儿。大哥，这样我真不放心。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呀？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，先去忙你的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，你替我去看看罗非，看看他情况怎么样。行，有事说话。嗯。主要是把这个工作完成就行，就一条，没别的，好吧？行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梁河，罗非呢？走了。走了？说是要辞职。不至于吧？不就被说了2句吗？他说他的收入低于他的预期，他想出去赚大钱。好像主要是因为他女朋友的事儿，他女朋友嫌他赚钱少，把他分手了。我知道了。这件事儿别跟别人说，尤其不能让叶公知道，免得出大事。出大事？帮我约下罗非，我跟他聊一下。啊，行，那我先去了。去吧。嗯。你喝口水。你干什么呀？你今天这是啊？平时不是跟这些年轻人挺好的吗？怎么了？就跟人家这么大喊大叫的，还让人家滚蛋？我都觉得这话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似的。师傅，你不知道，他在同一个地方错了3次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我知道，肯定是这孩子有错在先，是吧？那即便这样，你也不能这种态度。哎，你当初犯错误的时候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这么大喊大叫让你滚蛋来着？有吗？师傅，我知道，我可能是恨铁不成钢，方法有问题。这些孩子呀，能来咱们这儿工作非常不容易。你看这个，咱们集团的待遇比这私企低多了。人能在这儿干，往高了说，人家是有一颗爱国的心；往低了说呢，人家是想实现个人的理想。怎么说，咱们都应该帮助人家。身体不舒服？没问题，小毛病，没事。师傅，别，你还是抓紧去医院检查啊！我知道了。那回头跟人家好好聊聊。嗯，放心吧，师傅。不是。妈，您想带着阳光去非洲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会让整个江车人都担心。要不这样，等我忙完这一章，我找个朋友送您一块儿去，您看行吗？杨志刚，
你也太小瞧我老太太了，是吧？真是。我怎么能小瞧您呢？那往小了说，您是咱们家的功臣，那也是江车的功臣；往大了说，你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。打住，打住啊！别给我戴高帽。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你说你们这年轻人，怎么思想这么保守啊？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带我外孙到外面去看看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阳光他妈住外快3年了，你又整天不着家，是不是也得顾及一下孩子的心情啊？妈，您说的都对，我一直工作忙，没把您跟孩子照顾好，那都是我的错。别，谁的错都不是啊，谁都没错。反正啊，我去非洲的主意是打定了，你也甭想脱。今天不办，明天后天你也得给我办。不是妈，妈，罗非，你不会真的要辞职吧？峰哥，对不起，我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。那你总得给个理由吧？当初进江车，我是带着理想跟抱负来工作的，我觉得我各方面算是挺优秀的了，对吧？是，不然也进不了江车。我工作也算是挺认真的，对吧？没错，我真的是带着一腔热血、一股赤诚来工作的。我不否认，你的工作在江车非常出色，那为什么还要辞职呢？但是热血也会冷的。我们研究院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热血的科研项目，那怎么会冷呢？你没女朋友这事儿，你可能没办法理解。得，你说的对，现在总算说到正题上了，来，敞开了说吧。我不想失去他，我跟他在一起有4年的感情，现在说没就没了，我真的会觉得我那段时间的生命就像白过了一样，我真的没办法接受。就因为你在江车工作，所以你女朋友要分手？我跟他是同学，他在私企里跟我同样的工种，收入比我高1倍。我现在所有同学收入都比我高，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，重点就在于我现在觉得我的人生，我一眼就能看到底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感觉真的特别让人绝望。我在江车工作了这么久，每一次遇到的机遇和困难就像登山一样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山有多高，你怎么能一眼看到底呢？我觉得我没你们高，现在反正对我个人而言，我看不见未来，也看不见希望。你觉得这样我还有必要耗下去吗？所以，我选择离开。我相信我的人生还是有无数种可能性的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我想说一点自己的想法，你愿意听吗？我是江车子弟，从小在江车长大，后来出国留学，又回到了江车，心里一直热爱着机车。后来发生的事儿，你们也都知道。我发现我特别喜欢机车呼啸而过的快感，让我热血沸腾。但后来我又发现，我喜欢的并不只是这些，我更喜欢造出新机车的成就感，也喜欢为国争光的荣誉感。峰哥，你是理想主义者，但是很可惜，有人会抬头仰望月光，也总有人会捡起地上的6便士的。罗非，我明白，人各有志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那你现在已经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吗？那这样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如果不是那么困难的话，你能不能晚一点辞职？为了你的师傅叶公，他有失明的可能。这件事情你先替我保密。叶公患有严重的青光眼，
之前为了不影响研发的进度，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做手术。现在手术时间已经定了，但是因为今天你和他吵架，他情绪波动比较大，眼压升高，情况不太好。我之前知道他眼睛出了问题，但是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辞职，对他打击很大，他会觉得是他逼走了你。峰哥，其实今天我跟师傅这么吵架，我真的特别后悔。所以你是接受我的提议，晚一点辞职了？我也不是没有良心的人。吃饭。Hello， 林叔。臭小子，也不给我打电话。啊，我的错。林叔，你在兰溪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在 Ford 公司技术部门当个小领导，还给我配了个翻译呢。我就知道您是人才。那当然，技术达人嘛。我们家真一呢？哎呀，林叔啊，说到这个，我得给您评评理了。哎呀，评理？这不行啊！怎么了？闹别扭了？我可跟你说啊，年轻人的事，我可不给你们当裁判。不是林叔，他现在啊跟我约法三章，跟我说什么不能在公司公开恋爱关系，还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。前两天我们公司一同事跟我说，他女朋友不开心，他要辞职。我说好心劝劝他吧，他跟我说你没有女朋友，你不懂。哎呀，我真是越想越郁闷。约法三章也好，5章也罢，我觉得呀，真一的考虑还是周全的，都是为了你们两个好。林叔，我一直以为您是公正无私的，你不能这么袒护他呀，对不对？真一提出来的没错啊，公司就是工作的地方，想东想西的，工作还干不干了？我也没说不干工作嘛。我还想给你来个约法三章呢。真一和我一起才20多年，可是他往后的那么多年都得和你在一起，我还委屈得很呢。行，我错了，我就不该跟老丈人抱怨。臭小子，你才知道啊！我们家真一说什么都是对的。行，是好。往后的日子，你就多担待吧。这人生啊，就是一场接力跑。小学前呢，家长带；上了学，老师带；工作了，那就领导管着了。结了婚以后呢，我这个接力棒啊，就交给你了。有什么事儿，2个人好好商量。我知道了，林叔，放心吧。你一个人在兰溪好好生活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有什么事儿啊，就跟凤说。我知道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你帮我照顾好真一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哎呀，能不能不玩了？妈妈回来你也不看看我，你不想吗？哎呀，再玩眼睛就该瞎了。瞧这娘俩腻歪，看我。哎，王晴，我说你也是的，这回回来你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啊？嗨，这也是我们集团临时决定的。我这一接到通知，就高兴的马上订机票就回来了，也是想给你们俩一个 surprise。妈，你们会离婚吧？说什么呢？我们班很多同学父母都离婚了，离婚就是不在一起生活了。我们家本来就不在一起，和离婚了一样。哎呦，阳光，胡说什么呢？呸呸呸！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王晴啊，这回回来能住几天呢？哦，妈，非洲那边的工作已经差不多都完成了。哎呦，之后如果再去，那就是短期的出差。之后呢，我就回到这儿工作了。啊，以后只要一下班，
就回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啊，之前在非洲啊，是因为路途太远，飞机很不方便，再加上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所以不能老回来看你啊，不是妈妈气了。听见没有，阳光？咱们小阳光啊，什么事儿都走心，有那么一点敏感，是不是啊？阳光，跟你说，妈妈不会离开爸爸的，他们俩好着呢。我这就给你爸爸打电话去。哎，你别说志刚这小子呀，为了不让我们娘俩去非洲，躲了我们好几天了。躲了好几天，什么意思啊？去非洲？嗯。欢迎你，嗨，靖州，嫂子，又见面了。这次好不容易，终于以项目的名义来到我们江车。谢谢。这几年没来江车，江车的变化真是挺大的。哎，对了，小张，你要有事儿你就赶紧去忙你的，我自己随便溜达一下就行了。那怎么行呢？谭总监说了，让我一定要照顾好你们。哎呦，这么客气干嘛？哎，对了，叶大兴工程师在不在？在，我现在就可以带您过去。那也行，好，谢谢了。等会儿，这个一定要用尖嘴钳辅助，这样才不会伤到机器，又伤到你自己。好。叶工，叶工，这是林工调整过的方案，您看一下。江华，你念给我听。哦。关于公司组成、生产规模和叶生大产规划。兴，王晴，好久不见。真是好久不见啊！我一早就听说铁建会派工程师过来视察，竟然是你啊！这不特意过来看看你吗？老杨终于把你给盼来了。走，去我办公室聊会儿。啊，你们先忙着啊，我一会儿过来。好。这几年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哎，你在非洲那边搞基建搞得如何？差不多了。嗨，咱们就是国家一声令下，保质保量的，尽快完成任务。哎，你来我们江车视察，觉得情况怎么样？你还真别说，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硬件设施上，都比前几年突飞猛进啊！你说的太准确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江车这几年发展是特别大的，所以我们江车一定是你们的不二之选。你这个人，这回机车的采购是采取公开招标的模式，所有的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。我要是有话语权，我直接就能拍板。只可惜啊，咱们得走正规流程。要是这个非洲合作项目，咱们俩要能合作，那就太好了，我就有机会向你好好学习学习。你怎么还那么谦虚啊？你的电机技术在江车已经是首屈一指了。我刚才专门去看了专利墙，电机相关的专利真是不少，多半应该都是你的功劳吧？拼归拼，也该注意身体。我知道。哦，不好意思。这些啊，其实都是我们工程师一起努力。我帮你吧。谢谢。你没事吧？哎，大兴，小张，哎，快带大兴去医院看看吧。叶工，你没事吧？叶工，怎么了？师傅，我好像眼睛看不见了。快送医院，送医院！走，小心。进来。董事长。哎，王晴来了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回家吧。董事长，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叶大兴不是住院了吗？我刚去看完，情况还行。叶大兴是我们江车的财富，不能这么年轻就倒下去了。叶大兴这么一病啊，研究所后续力量不足的这个弊端就凸显出来了。怎么了？下边的不给力？王总工说，新来的那些
电机的工程师，他们还是需要磨练。罗非虽然是不错，但是年轻，还是没有经验，根本就扛不起来。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啊，是长久的战略问题。有了更好的人才，才会有更好的产品。您有什么计划没有？企业的发展是为了员工的福祉。我们的工程师，我们的一流工匠，如果他们的收入在业内不能排到前3名，我们怎么要求人家？这是大实话。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要，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。他们有无私的奉献精神。一个出色的人才顶50个员工啊！江超实力强大起来，当然要体现在薪资上。我们还可以搞一个人才计划，把福利待遇、个人职业发展规划以及企业文化的传承都考虑进去。企业文化传承这一块呢，我打算请李老爷子出马，讲讲革命家史。到底是一块合作多年了，想到一块去了。请李老爷子出马，不讲别的，就讲詹天佑，就足以震撼那些小年轻了。他们对中国铁路的历史只知道其一，不知道其二。如果李老爷子那么声情并茂，把那个激情燃烧岁月一讲，我相信他们就不把眼前这些困难当回事了。他们也知道了自己肩上的担子是怎么一代代的传下去了。是花开的声音，轻轻唤醒了我的心，睁开我的眼睛，梦想的一切正悄悄来临。是自强